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由小将延安对世界排名第1的马龙。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如约的看到现场有6000多位观众，并且把这个比赛的气氛啊，让任何一个人来了都会这个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这种激情能够调动起来，非常兴奋。对。 像昨天张继科和王浩能够打出这么精彩激烈的比赛，我觉得跟现场的氛围有很大关系，是吧？这么多人，是吧？观众都在看，而且呢，这么多媒体，是吧？加上中央电视台，所以从运动员来说，真正优秀的运动员人越多越兴奋越亢奋。第一场第1局由延安排手0比0。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双方第1局的比赛。 哦，漂亮！其实这一组的比赛，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场球就是第1场，反而是第1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觉得确实马林在这个组里边要想打出来非常难。我觉得3个人里边他的机会，从目前看，实事求是讲还是最小。是。因为他跟他们2个人都不好打。 但是马林呢，往往这种队员是吧，非常善于捕捉时机，是吧？一旦有一点机会，那他有可能给你一个奇迹，是吧？所以他这样的这个队员，是吧？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包括马林呢？其实战术战略要比他们更加丰富一些。 这个马龙和延安的技术特点，我还是想请刘国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他们俩好像都属于那种轻灵型，衔接非常快的那种运动员。对他们2个技术特点是比较接近的，包括马林在内，3个人都有共同的这个特点，就是第一比较细腻，手感非常好，就比较这个细腻，是吧？第二呢就是比较快，比较有灵气。 所以就是在这个优势都重叠的情况下，那就看谁是吧更加全面一些。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延安和马龙在1周以前所刚刚结束的卡塔尔公开赛当中呢，在决赛当中马龙是4比3的比分战胜延安的。看看今天双方的发挥究竟如何。 因为这2个队员都是来自于北京队，所以平时训练啊，这个比赛的这种机会也比较多，球路一直非常熟悉。在队内打的时候，马龙跟延安打并不占优，不占优势。所以就说郭良刚才讲了，马龙还是要抓住开局或者前2局的这种机会，就像对年轻选手这种大赛气氛当中。对，因为。 他们2个还有马林3个人都有共同一个特点，就是开局进入状态非常快。但是再快，他们开局也会有1个人会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主动。我们看到开局啊，双方的争抢意识很强烈。好球。 他们俩相似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他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坚持近台，基本不是属于那种中远台力量型，是吧？是动作特别大的那种，都属于轻灵、速度、变化为主的运动员。好球！这个马龙也奇怪，我发现他是属于调动最快的运动员，在场上他一下就总觉得他在进攻。对，说从第1个球开始一直攻到最后1个球。马龙是属于有时候像短跑型运动员，短跑起跑非常快，所以很多运动员跟他上来打的时候，是吧？这个开局的时候，马龙老是能领先。你看一上来这些线路冲得特别死，其实说明什么？马龙在赛前的准备，这些球都是在他脑子里预案之内的范围之内。但马龙往往有时候一旦被纠缠住之后，到后边的时候，这种灵感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他跟张继科是完全2样。张继科上来就发木，打到后来的时候，越打越来劲儿。
其实马龙最近1年的这个比赛里边跟延安还好了很多。原来的时候队里边打的时候输的比较多，最近1年马龙整体上实力比以前厚实一点，所以这个赢的概率稍微多一点。但是从球路上来说，延安始终不是害怕的。好球，这是延安是吧？这个标志性的一个技术，反手很强，特别是反手这个强对抗里边，你勉强侧身，他反手压这板直线，角度压的是吧？是最好的。他反手的他的这个速度特别快，动作也小。对，最主要反手就是压这板直线。知道为什么许昕跟他打也很难打？别死他反手，直线，好球，第2板，这球关键。这样追平了，延安是4比8落后，对，来追4分。我们看到上来之后啊，无论是延安和马龙2人的调动都特别快。对，憋了2天了，第3天，今天我觉得才是整个直通的一个高潮。那这个球其实对延安来说是一个机会，只不过这球让马龙这个拉的节奏比较好，他拉的更高了一点，长了一点。不过我觉得延安他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父亲是教练，北京队的教练。没事你说每天打完肯定要给他爸打个电话，他爸给你啪啪啪一指点是吧？总归是比教练之间要可能更容易一些。他爸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教练，也是比较善于动脑子。好，双方现在打成了9平。主要看这2个球的处理球，像从他教练的角度，从我的角度就要看这会儿说年轻队员处理球合不合理，是吧？有没有这个很聪明的动作？好球，这个球已经被延安算到了。其实马龙前面打到这个9平之前的时候，他就在想着这会儿说他想有一个长球作为一个偷袭，但是延安已经明显就用侧身了。这就估计发到中间正手短了，还是长的，好球，星球对了。这个球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啊，就是马龙的正手不该丢的这球。就是这2个发球呢，我觉得马龙发的还是有点问题，是吧？第一个9平的时候偷袭就已经在延安的范围之内，第2个偷袭呢，按正常来说，是吧？确实。有时候延安可能会想到会发正手短，但是延安还是在侧身，说明延安还是在范围之内，就是能够感觉到马龙在8比4领先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得分的手段，是吧？所以他才是看似这种在搏杀，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这个表现。因为毕竟长球的话，昨天我记得张继科在第1局的时候跟王浩，好像是12比11，这个球就是偷了王浩一个长球，这王浩准备往上跳了。被顶住了，所以这么一个球，这才能达到关键时刻这种分，你必须要基本上算到对手，才敢用这么冒险的打法。也能看出这2位选手的确都来自北京队。像这种偷袭，应该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效果，但是延安呢，他很从容，对于长球偷袭的处理，这样的话，延安是11比9拿下第1局。那么场上的情况呢，就会有一些改变，因为第1局是马龙一片大好形势，8比4，对，但是被延安扳了回来。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第2局的较量。马龙这场球难度要大了，第1局输完之后啊，8比4领先，输完之后，对小将来说，他可能心理上。后边能更放得开一些。是。这个球延安的正手台内翻挑擦网出界，挑得太狠了，我觉得这球撞击的比较多，再加一点摩擦和弧线。
如果延安要简化这个比赛的话啊，马龙有点难打，因为延安的反手明显看着比马龙更强势一些。是。马龙的强项是正手，是吧？正手的使用率，包括正手的对拉反拉，都要高于延安。但是他没机会啊。对方反手强，他一直顶着他这个速度。顶住。漂亮。啊，像这个延安都是在主动变线或主动压这个失误的，所以马龙没有说那种主动性能腾出正手来甩开了，所以延安整个球速比较快，所以他也不太容易算到。现在就看看马龙在丢掉第一局之后，第二局还能不能有一些突破点。我觉得郭良就今天这个延安，你看他经历这么大场合，毕竟还是打过一些国际比赛啊，在场上没有像那个樊振东上来之后还显得这个生涩，出手啊，在各方面。都在这个在队内打的时候，延安2次比赛都输给樊振东了。所以樊振东这样的小孩就属于在队内的时候，是吧？可能打起来和队外的时候区别明显还是比较大。延安呢，他可能在经历过这些中超联赛啊和这个公开赛，特别是和1个星期前打的卡塔尔这个比赛打完之后，对他内心啊，包括场上经验这些会有很大的毛病。是。现在打到这个，一旦你要让延安大分小分领先了，如果他自己要不犯什么错误的话，马龙也很难打得动。你看马龙现在没什么太大办法，发长球、发短球这些里边，延安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洞，所以马龙只能依靠他场上的变化和经验，试图打乱对手。是，机会来了。哎呦，被延安远台反拉。我觉得真的很少看到马龙能有这么难打的强大的对手，就从球路上来讲啊，他你看跟马林打，跟其他人打，他都不是说那么难打。对，马龙其实击球质量一般，所以一旦这个被对手啊抓住之后，你看他感觉现在有点茫然，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得分了。能够感觉到他不是像刚开局那几个时候胸有成竹，落点各方面憋得这个很好啊，自己怎么打。现在就属于盲目的在变化，包括从9平开始的时候，线路被人封死。好的，球，延安再来，好球！哎呀，这也是靠着一股勇气，是没办法升顶了。球打得很漂亮，所以一旦让这个年轻运动员拼开了，赢下第1局之后，他就具备一定的实力。所以那个马龙现在要打呢，必须要有一些超常规的战术，而且还要搏杀成功，这样才能够把延安压制住。因为延安现在自从经历过上次比赛之后，他现在有意识把节奏放慢。你看打一个很漂亮就输完之后，他是吧停留了很长时间。这就是经验的增长，是吧？他把自己的呼吸调匀，是吧？这个别犯这个原则性的错误，哎，这你马龙就很难捞回来。郭良，假如你这场球，比如说给马龙，或者他在国际大赛当中遇到这样一个对手和这种情况，你觉得你应该作为场外指导他，应该怎么提示他，或者做一些哪些调整？你觉得才有希望？我觉得他首先不能没有目的的盲目变，因为现在没有目的的一会儿短球一会儿长球，其实他自己不是说已经掌握了方向了之后我再去这种变化，他现在没有目的，这么打肯定越打越乱，是吧？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马龙必须要整顿调整一下之后重新再来。那现在他所有的这个球都已经没有得分的东西了。1比4，这样小将延安又拿下了第2局2比0，领先世界排名第1的马龙。
国良，你看现在这种情况，那对于马龙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些办法，找一些办法。我觉得如果马龙现在打成这样的局面，确实是吧？你看打完第一局的时候，我们预测他就会非常难打了。就是打到后边的时候，已经看8比4以后，他不光是这个连续输球，主要是整个这个场面不是他预想的。我觉得现在马龙可能我是建议，如果说要做场外的话，会让他反手发或者发钩子，用一种最简单的不擅长的发球来作为变化，因为你不擅长，对手他也不了解，至少打个他不了解，而且接发球里边简化，要不然就从中手短突破，全部摆到中手短，要不然就推到中间反手长，完形成反手的这种对抗，再去伺机变正手，形成正手的对抗。他现在一直在左半台的对反手肯定是下风。左半台你这个反手，你跟延安比，延安的力量和速度都在他之上。但你勉强侧身的话，也会非常被动。他只能说依靠这样的这个场上的这种这样，首先自己站住，你自己不站住不踏实，不敢跟人硬碰硬，光靠变是赢不到球的。是我们来看第3局。哎，还有一点就是要等待，把命运交给别人，等待延安的犯错误。新项年轻小将见了2之后啊，再看他后边几局有领先的时候，反而最容易犯错误。哎呦，这个球马龙这么抢拉到了延安的正手，这个线路还是被延安封死了。这就是习惯线路太多了。延安明显有点像这个球，就感觉有点急于求成，感觉啊。明显的这种急于发力，打得比较兴奋了，收不住手。对，兴奋过头。对，有点收不住手，但是内心呢又想赶紧领先，所以这会儿的时候马龙是有机会了。所以在第1局的时候他赢完之后，运动员不会有变化，到这个第2局之后再赢下来，见2了他就开始有变化，有想法了。这个球很关键，这个分，延安是反手，又是一个强势的上升球的发力反思。所以这个组呢，其实能不能打乱？哎，你说马林希望他俩谁赢？你觉得马林希望他俩谁赢？马林啊，马林希望他俩都不赢，希望自己赢。那从这个组，比如说3个人的情况，可能我觉得马林还是希望延安能赢。延安能赢对他来讲，还是说他有可能替2分的，替2分。希望延安赢吗？我觉得马林会比你想的还要深，还要深。他老谋深算。对，他宁肯希望马龙赢。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他俩谁赢他都得赢，他才能出，对不对？第二，第1轮如果把马龙送出去，第2轮以他的世界排名，他和王浩是吧排在这个前面。那如果说马龙要在前面的话，他必须要往里去挑了。他说他当然希望他最难打的这些人全出去，全先选出去，全给他们请出去之后，剩一帮小孩或者一些老将互相比较这个接近的时候，马林的优势才能体现。你弄一个马龙，他肯定是第2阶段最可怕的一个对手。没错。延安他还好骗一点，马龙毕竟在世界大赛也打了这么多，所以我感觉呢，像马林呢，是吧？他想的不光是这一步，他会想到这个后边所有的比赛，包括抽签，哎，所以乒乓球运动员就是想的会比较多一些。好球！马龙现在在前3板上加质量了，刚这球摆的是非常低，而且非常转。
个反拉好像位置都不够。主要这两个球延安拉都比较低，特别是第一个球，这个球其实马龙有点机会，第一个球掉得很低，就是马龙的戳球质量还不够。这球要发钩子了。其实马龙你看到现在为止发球才变化，就是到0-2以后才变化，包括昨天王浩跟这个张继科一直打到后边的时候，到最后他也没有说变到站到正手位置发。很多时候这些运动员在场上的时候会想不起来，这会儿都需要教练来提醒一下。而且赛前的预案就要想到大概什么情况下我去变。是吧？是按照比分的变化去变，还是因为场上自我的感觉不舒服就变？变完之后还得回来。这里面奥妙无穷啊！简单点说就是虚虚实实，就是你把对手，你把你假的打成真的，真的打成假的，对方就基本就乱了。这个球你看机会很好，延安侧身抢拉，没拉着。所以看看马龙能不能抓住这一分延安拉丢的这个时机。现在比分打成8-6，如果这分拉着7-7，对于马龙来讲，这个形势更加危急。延安现在有优势，所以他可以放松一点。这对吧？这局球他输了，他也2-1领先，所以他会压力不是那么大。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江苏镇江新区大港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2013年巴黎世乒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终极选拔赛决赛。今天是选拔赛的第3天，我们从第1天开始连续5天为您直播世乒赛的男子的单打选拔赛。那么今天将会再产生一位选手，就是成为第3位参加世乒赛男子单打的人员。这是马龙的特点。但马龙这个球为什么反拉上呢？因为其实取决于他前面一板的戳球，他这个球戳到了这个小三角，所以这个有网架挡着，对手很难拉特别吊的球，而且线路呢还能给封死。不过第3局比赛，马龙这个正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失误的稍微多一些。对。现在马龙还领先1分，9-8，局数是0-2落后于小将延安。这局打到现在，延安稍微打得有点纠结，不是太干净，可能有点想法了。打得有点着急，但是呢，出手又有点犹豫。要不你就干脆放开了拼，要不就先缠住再说。好球！而且从马龙来说，你看这局整个人放下来，为什么放下来了？他觉得0-2落后，可能机会也不大了，所以反而这个心松下来了，还感觉好一些。其实这局马龙失误挺多的，但是他还是赢下了比赛。关键是延安在这一局当中，我觉得没有完全的能够像前2局那样那么顺畅。而且马龙，你看马龙现在故意把节奏放下来，从比赛的节奏到走路的节奏，到捡球，到自己的气势，开始示弱，不像前面时候拼命去争。他是示弱之后，反而那个延安有点使不上劲儿，延安自己叫也叫不起来，所以而且感觉打的战术有点凌乱了。所以作为延安来说啊，若要今天这场比赛，这局就是关键。2-1这一届的时候，大概对手的变化，他们双方都已经非常知道了，就是第4局当中决胜局打。但如果第4局赢下来2-2到决胜局的时候再去搏背水一战的话，他就心理优势没有，现在有心理优势。对，看看延安能不能在这局当中再次爆发。第4局比赛
这次我估计啊，这一局啊一上来，延安就开始主动发动，肯定要主动发动。对，肯定要主动发动了，不能再拖，再拖下来之后，他想动就动不了了。是，来看，强行侧身。那么这次比赛啊，这个镇江市委市政府非常的重视，也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一次比赛。当然之前也承办过一些像全国锦标赛的赛事。那么全场的观众是座无虚席。这个体育馆呢是镇江新区大港体育馆，能够容纳6000多名观众，而且观众每天都是提前进场，为我们的运动员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比赛的气氛。据说这次这门票是580一张，而且没有组织，全是自己买票。对，你看场上看这个看台上的这个观众，你一看这种穿着服饰就知道是不是有组织的。所以这次最好的就是说都是观众是吧自己来看的，我觉得这点上是我们是吧最需求最需要的。好球！如果乒乓球比赛能够平均达到这么多的观众人数，现场观众啊，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这个局面。是，马龙再来，延安发力，2球，拉住反手。不过从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刘总教练就是说，小将延安这个心理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现在还不能这么说，还得看大赛。对，不是你这场比赛也不能这么说，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是吧？尽管2-0领先，现在2-1，是吧？还没到最关键的时候，打到最后的时候才能看，对。对这种高手缠住之后，是吧？能不能2次发动？看来国梁对延安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延安这局增加了侧身啊，明显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就是强行侧身多了。这个一个马龙是吧？这个变正手，从正手突破。是吧？是一个比较相应的战术变化。第二个就是延安勉强侧身的时候，这条斜线的线路必须要封闭。机会，这种球其实特别伤元气，在比赛当中，一个是正手的进攻，看似机会。其实啊，这个延安的反攻看似有点高，但是这个球还是比较短、比较停，所以你看马龙是骑在上面。正好这个就出一个球位，所以挺难拉的。特别是他又想拉到直线和中间。出台，马龙反拉成功。这2个球很关键，延安肯定想怎么能够搏下来1分，就会好打一些。这就是可以反手过来拼一下。勾手发球，拉起来，延安反拉。这球延安用正手接是有点难度，所以你看这个，像马龙这样的运动员，他到上一局第3局开始，包括第4局开始，他已经开始换这种勾手了。如果说他要是变化的再快一点，不0-2落后的话，是吧？可能这个局面就不会这么被动，但是就现在也会有一些效果。哎呦，这个球是延安最得意的，反手敲直线。那他如果拉到延安正手，延安这边反拉，拉正手他也有风险，因为拉正手他正手的空当太大，最好是拉中间，对吧？拉中间，中间其实是最难防的。现在延安是6-5领先。这个延安这个球处理的还是有点过急了。你像前面那个球，他戳完之后，是吧？马龙一拉，他这球摁得很好。如果他再戳出去，我哪怕戳上，你马龙拉直线或者拉中间的话，也会有风险。再拉斜线肯定不敢拉。
这个无谓的这种戳球失一分，6平和7比5可差不少。但是你看年轻运动员在这种环境场合当中，他容易突然心跳加速。你看，他在拼的时候这个出手，刚才的戳球和这个拉球，是吧？观众可能一般不太容易看出来，就是从他出手的瞬间动作做的不完整。他为什么老想着还原？没戳完没拉完就想下来，他并不是说很自信，拉完之后，这会儿说，哎呀，好球，追平了，双方打成了7比7。现在很明显就是马龙在靠经验，是吧？在靠经验，在诱使延安犯错误，完了找到机会再进行搏杀。从技术上，马龙没有优势，还是没有优势。包括击球质量上他都没有优势。现在7平，低抛发球，回摆，哎呦，这个回摆，这个回摆其实延安也是本来是想退下来的，但是前面的这个马龙有几个摆短，所以延安多少他还会对处理这板球他有所准备了。这个秦指导马龙的教练在场外请求了暂停。今天这个镇江的市委书记张书记，还有市政府的一些领导也来到了比赛场来观看这场比赛，而且镇江的这个乒乓球氛围啊特别好，大部分领导我听到的都是打球，都说自己是什么某冠军，曾经拿过什么成绩。所以领导喜欢这个健身，的确现在对所有的人来讲，健康是第一位的。每天工作这么辛苦，然后能够每天晚上，比如9点以后打会儿球，出点汗，对整个人的这种新陈代谢啊，对第二天的工作都有帮助。现在到了比赛最关键的时刻了，就是马龙请求完暂停之后，7比8之后啊，这会儿时候就看俩人谁能够咬牙，我估计都要搏杀了。拉起来，马龙第2板，是吧？这会儿的时候绝对不能软，特别是延安，如果想赢下这个比赛的话，必须有些球要咬牙了。如果说这会儿你不咬牙坚持去拼的话，打到第5局，随着比分的变化，你越来心理压力会越大，因为现在压力还是在于马龙，就算8平我2比1领先，对不对？这局输了咱俩打平，所以这会儿呢，他利用心理的优势去可以继续给马龙施压。好球！这回还是加了很多的保险。延安这个拉球的质量有点低了，而且这个球我们看得出来是非常希望让马龙能够反拉失误的。角度不好，我看了慢镜头，主要是落点不好。如果角度再直一点，再直5公分，这球马龙就有可能会拉住。8比9，还是反手主动拉起来。哎呦，这个球漂亮，早该变了啊！因为他前面第1个球就已经很明显就是强行侧身嘛，所以他这个像马龙是吧？这会儿说肯定会感觉到，就是双方都要去搏杀的时候，就是这个时机变得非常漂亮。所以这个7比8落后是吧？秦指导叫的这个暂停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的。关键，又是一个好球，有了，好拉侧旋，双方对拉。你看，而且这个暂停叫完之后，明显马龙有变化，是吧？明显有变化，正手的这种腾出反拉来，完了反手伺机变现，是吧？从前3板这个正手短这个抓起来，是吧？非常这个明确，非常干净。另外一点也能看到这个秦日简教练，他带马龙那么长时间，和马龙之间的两人这种默契的配合，包括从场外指导，能够最起码他能够让马龙根据他的想法来进行出手，两人配合的很好。对。这会儿呢，就看是吧？这个肖战肖指导给延安布置的战术，他能不能坚持下去？我相信
从肖战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教练，是吧？在这种2-0领先的时候，也会提醒，是吧？延安，是吧？这个不能保守，是吧？不能急于求成，是吧？这个方面，就是队员在心理上，在场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根据自己能够完全掌控得了，特别是这些年轻队员。所以这会儿，我相信2个教练布置的肯定都是。非常合理的这种战术，因为都非常了解。这会儿就是看运动员在场上这种执行力怎么样。是的，这样双方呢又回到了0-0的起跑线。对，双方打成2平。我们来看决胜局。这会儿要刺刀见红了。你看马龙前2局基本上不跳，第3局、第4局，是吧？突然间到2平的时候，他们都需要这个气势，就跟昨天张继科第一个球上来之后，人就开始。是吧？非常这种亢奋。形成正手。这延安如果说接发球能够反手主动拉起来，这球延安还是有点优势。所以马龙拼命往他正手发，你看发的角度越来越大，机会，来这是个机会。这球往前扑的时候，其实他有一定的技巧，也不能使得100%的力量，稍微悠着一点拉住了。这个球马林拉的最好，他这个马龙是人直接扑上去了。这个球其实说人在扑上去的时候要有一个小碎步作为调整，而且手腕要有临时的变化。现在双方在开局决胜局还是很焦灼，比分是3-2。这个比赛他们现在这个场上节奏打得太慢了。2次摆短，出现了高球。黄洋，你觉得这第2次摆短的时候是摆还是不摆，还是搓长？看主动还是被动。如果是被动的话，一般不建议摆短。是吧？因为刚才你看这种同样是这种回短，延安的站位比他快，点比他快，所以这会儿说摆压力太大了。延安现在战术也很明确，就尽量的用反手拧起来，一拧起来形成上旋，这样你马龙就比较这个难打了，形成反手的这种对抗。如果你拼命发下旋，摆住你正手短，是吧？这个先抢到第一点，马龙的反手的进攻还是有漏洞。是的，现在双方交换场地，延安是5-2领先。机会来了，这个变化变得不错。你看前面时候发勾手，一直在发钩子，突然间又回到一个侧旋，是吧？这个就把这个场上其实有一点点这种变化，只要能超出对方的想象，一点点，这个效果就足够了。延安刚才那个球估计是防长球了，所以没敢反手过来拉，用正手摆了一下，对，摆高了，好有运气。这场球啊，俩人都非常紧张。你包括延安，他肯定想，马林要赢马龙很难，所以他肯定要想办法，是不是要先把马龙给掐下来？马龙掐他，马林就好打点。对，马林这边他打的时候，他赢了他就输了，他至少得先想办法赢一个，知道吗？所以作为他们2个来说，我说的这组里边最激烈的一场球。
应该就是这场球，确实非常接近。打到目前为止啊，两个人也都是正常水平的这种发挥，相信而且明摆着感觉，好像两个人都还是有点包袱，有点严。小将延安是2比0领先，连丢掉2局。当然这2局我觉得从他的发挥还是可以啊，没有说显得很明显在场上有保守的这种处理球。对，明显的没有，但是不干净。拖泥带水。处理球和技战术不坚决吧。好，我们接着来看轻挑。因为刚才我听秦指导在这个肖指导教完暂停之后，最后一句跟马龙也是说的这个说要坚决，是吧？要只能咬牙这个坚决。所以说，我想肖指导也会提醒啊这个延安，是吧？在关键时刻这个处理球，或者必须要这种布置一个，是吧？坚决一点的战术。我建议啊，特别是像延安这样的年轻运动员，到这会儿的时候，反正长球也行，短球也行的时候，他必须这会儿肖导要帮他选择一个相对更加有效果的战术来作为第一套来打。现在还是马龙啊，这个在落后积极争抢先上手。双方呢又打成了6平了。延安6比4领先，这两个球不太敢拼，应该拼一个，攻一个，两个全是防守，应该要拼一下。机会来了，哦，好，封住，形成对拉，侧身，哎呦，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让我们感受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你看他在每一个年龄段上，延安今年有20岁吗？延安有20岁，20岁左右是吧？你看，和马龙应该是现在当打之年，可是延安的水平已经和马龙几乎是这样的比赛对延安非常有价值，是吧？特别是连续跟马龙打这个比赛，打到决胜局，这会儿对他的处理球，侧身。如果说这球已经站到主动了，不勉强侧身，是吧？不勉强侧身的话，对住反手。说他这球勉强侧身，马龙再压到他正手，形成对拉的话，这毕竟不是他的强项。现在7平，确实这两个运动员的这个打法风格非常接近，要去做选择的话有难度。长球，机会来了，效果很好。好的，哎呀，把主动打成了被动。肖战还是非常有激情啊，可以看，是吧？这个给这个延安还是很大的这种鼓励和鼓舞。这球其实马龙已经绝对占优了，冒险这个拐到正手。如果这球拉到中间，90%马龙可以赢，所以就这一板正好给了延安转机。延安这球还可以继续施加压力去拼，反手拉起来，压下去，反正只能压下去。他这会儿说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打到了我就赢，打不到我就输，大不了就这样了。如果说他一味的再去玩战术、玩节奏、玩变化、玩经验，他肯定会被马龙给这种缠住。对。这会儿还是简单一点，是吧？就发一个拉起来，反手不能软。好球！延安在侧。现在目前啊，双方都很坚决。对。马龙在这2年的世界大赛里边，比以前心理素质是吧，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你看球路比分很被动的情况下，今天还能咬到目前这样，是吧？这么激烈，谁赢谁输还不好说。我觉得这种
精神还是比以前有明显的提高。9比8，侧旋，翻手拉直线，第二板瞄准了。你看肖战还是非常有激情，是吧？他这样的这个动作还是说比较投入，他能够感受到延安身上的压力，是吧？被这种世界排名第一这种纠缠，你一点错误不能犯，那你1秒钟都不能走神，每一板都要处理得非常合理。没错，场下的教练员情绪也完全调动起来。其实这对于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对，而且肖二老他也是利用这样的这种方式传递给运动员，我们是在拼对手，是不是？不是去保。8比10，马龙发球，两个搏一个，底线长球，马龙对拉，好的，这球马龙发的胆子很大，这球敢发正手长球，这会儿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失误的。关键是下一个发哪儿，我都觉得马龙到底怎么想的。马龙的变化确实多。对，这个球变化已经达到了最大风险了，是吧？这球会敢不敢发反手长或者反手小三角？哎呀，这个球大意了。这球延安可是个机会。太机会了，这球发的马龙发的不好，质量又不高，又出台。马龙这个那个谁，延安正手是不是板型太压了？这个球摩擦不够，这个球也是骑上去了啊，骑上去了。其实这球稍微有点那个，我觉得有点加保险的。这个拉一板直线，停顿一下拉个直线，对，调一板直线效果都可以。是，现在马龙把比分追成了10平。这个球的反手的抽杀有些生冷。现在是最好的全场最好的机会就是10比9那个延安那个球，看看马龙还会不会再给他机会。马龙在拉，哎呦！这场胜利对于马龙来说来之不易啊，10比8领先，太可惜了。但是给我们所有的电视机前观众的确奉献了一场最具乒乓球这个项目比赛价值的一场比赛。这个是吧？刚才这个细节上也看，这个是吧？延安还是挺郁闷，都忘了给对手的教练这个握手。肖指导还是很大度的提醒了延安。延安这个球学费交的太贵了，而且连续犯这样的这个错误。为什么刚才在2比1的时候，杨颖说延安心理素质有提高了？我说你还是吧，说这话还为时过早。他只要有一点错误，是吧？这个优势运动员就会把握得很紧。恰恰像马龙、马林这样的队员，这是属于见血封喉的，你不能让他必须把自己保护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延安，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我想的，从一个年轻运动员，或者说20岁的一个小将，没有参加过世界大赛，在这样一个场合的比赛当中，今天能够发挥出这样的水平，对世界第一的这种冲击，我觉得对延安来讲，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成功的，还是需要鼓励啊。当然，刘国梁总教练可能对年轻的运动员要求会更高一些。作为中国乒乓球男队在年轻队员当中，现在冲击力最强、实力最足的选手。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